郑夏夏是吧？中专毕业，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我们这里是省城顶尖的外企，招的最低也是本科生。经理，我虽然是中专毕业，但在校期间成绩一直是第一，我很能吃苦，学习能力也很强，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吃苦？我们这里需要的是脑力劳动，不是搬砖。你的学历在这里连个打杂的资格都不够。你要是真想进我们公司，出门左转，去郊区的流水线工厂，那里缺拧螺丝的。学历真的能代表一切吗？学历就是门槛，连门槛都跨不过去，你跟我谈什么能力？出去吧，别浪费我时间。为什么？就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家里供不起我读高中，我就活该被这样羞辱吗？我不甘心。哟，省城的大白领回来啦！我就说女娃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最后还不是灰溜溜的滚回来。夏夏回来的正好，你堂哥马上要结婚了，女方要10万彩礼，还要盖新房，你奶奶都给你安排好了。隔壁村的王光棍愿意出8万彩礼娶你，明天你就收拾收拾嫁过去。王光棍，他都40多岁了，你们为了给堂哥盖房子，就要把我卖了？夏夏，家里实在没钱了，你堂哥是咱们老郑家的独苗，不能打光棍啊，你就当帮帮家里。帮家里？村里那些早早嫁人的女孩是什么下场，你们不知道吗？每天干不完的农活，还要被当成生育机器，我绝不嫁！反了你了，在这个家里我说了算，你一个赔钱货，能换8万彩礼是你的福气。如果我妥协了，我这辈子就像烂泥一样，永远被他们吸血。不行，我必须逃出去，我要重新考大学，只有知识才能救我。爸妈，我求求你们了，借我一点钱吧，只要够我交复读班的学费就行，我保证以后加倍还给你们。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老光棍，我想上大学。夏夏，妈心疼你，可是家里哪有钱啊？你奶奶把家里的钱都攥得死死的，我们连买盐的钱都要看她脸色。认命吧，丫头，咱们就是这个穷命，你斗不过你奶奶的。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往火坑里跳吗？好啊，还想跑去复读，做你的春秋大梦。还给我，那是我的命根子！把他给我关进柴房，明天一早直接绑去王家成亲。放我出去！你们这是犯法的！妈，救救我！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逃！死丫头，你还敢砸窗户？你再敢动一下，明天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给我老实待着！为什么我的命运要被他们这样践踏？我不能哭，眼泪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逃出这个吃人的地方。姐，你快出来！求求姐，这是我攒的零花钱，你快走，顺着村后的小路跑，千万别回头。你一定要考上大学，连我的份儿一起考上。秋秋，等姐安顿下来，一定回来接你。中专毕业，零基础，你以为我们这里是收容所吗？我们是冲刺高考的复读班。你这样的底子进来，只会拉低我们的升学率。主任，我不要学籍，我只要一个旁听的座位，我什么苦都能吃。不行，学校有规定。主任，我包揽食堂最脏最累的洗碗工作，不要1分钱工资，只要每天给我剩饭剩菜，
让我站在教室后面听课就行，求您给我一条活路。行吧，但如果你跟不上，随时走人。笑吧，你们尽情的笑吧。只要能留在这里读书，哪怕受尽屈辱，我也绝不认命。夏夏，这道题的辅助线应该这么画：你基础薄弱，不能死记硬背，要理解逻辑。江心，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每天晚上帮我补习，我连黑板上的公式都看不懂。郑夏夏，你今天就算考上天，也是我们老郑家的人。今天必须把你绑回去，不然我就跟你断绝关系。断绝关系？好啊。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们收受高额彩礼，强迫我嫁给大我20岁的光棍，这叫买卖婚姻，是违法的。你们今天要是敢碰我一下，我立刻报警，让你们全都去坐牢。你敢吓唬老娘？干什么？这里是学校。保安，把这些闲杂人等赶出去。郑夏夏同学，你的成绩和毅力学校都看到了，从今天起，你的学费全免，安心在这里读书。我看谁敢来学校闹事。谢谢校长，我终于做到了。我用成绩为自己打下了一片安全的领地，这只是第一步。建军啊，你生了个好闺女，超了2本线25分，咱们村多少年没出过大学生了，夏夏给咱们村争光了。我闺女是大学生了。夏夏，你出息了，妈替你高兴。考上又怎么样？还不是个丫头片子，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你懂什么？人家夏夏以后是国家栋梁，比你家那个只知道要钱盖房子的强100倍。哼！夏夏，大学学费1年要好几千，秋秋马上也要去省城读高中了，这学费，家里砸锅卖铁也凑不住啊。要不我去镇上多找几份零工。爸妈，你们别愁了，学费的事情我来想办法。你一个女娃娃能有什么办法？我已经成年了，省城机会多，我可以去打工，去做兼职。我不仅要赚够自己的学费，还要供秋秋读完高中。我绝不让秋秋走我的老路。命运的大山虽然沉重，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能把它凿穿。省城，我来了。这个经济学模型的核心在于资源的合理分配。不行，我不能睡，下午还要去发传单，晚上还要去餐厅洗盘子，秋秋的学费还差1000块。老师，有人晕倒了！这不是那个每天到处打零工的村姑吗？听说她为了赚钱，连饭都不吃。我不能倒下，我倒下了，秋秋怎么办？我的大学梦怎么办？你就是来应聘高级茶艺师的。我们这里接待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客人，你这身打扮，还有你这浓重的乡音，实在不符合我们的定位。经理，我虽然不懂茶，但我学东西很快，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他的薪水能解决我所有的困难，求您给我一个机会。真是笑死人了，连茶具都没摸过，还想当高级茶艺师？你以为这是你们村口的茶水骚吗？就是一身的穷酸气，别把客人都熏跑了。行了，别浪费时间了，你走吧，我们这里不招乡巴佬。经理，
我一定会证明给您看，我能胜任这份工作。嘲笑吧，尽情的嘲笑吧，这是我跨越阶层活下去的唯一捷径。我发誓，我一定要拿下这份工作，把你们的嘲笑狠狠踩在脚下。再来！连这滴点儿痛都吃不了，还谈什么改变命运？秋秋，怎么了？姐，你快回来！大堂哥订婚，女方要天价彩礼，奶奶逼着爸把家里唯一的口粮填卖了凑钱，爸答应了。他们说女娃读高中没用，不让我去省城放学了。什么？他们敢？秋秋，你别怕，姐马上回去。谁敢卖我家的地？你个死丫头，反了天了！你堂哥结婚是头等大事，卖块地怎么了？哟，在城里待了几天，脾气见长啊！我可是听说了，你在城里根本没好好上学，天天往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跑，谁知道你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啊，穿得妖里妖气的，肯定没干好事儿。夏夏，你大娘说的是真的吗？哎，你可不能走歪路啊！爸，连你也不相信我。我在城里每天打3份工，累得吐血，就是为了保住这个家，保住秋秋的学业。你们不仅吸我的血，还要往我身上泼脏水。这个家已经彻底烂透了，我不能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我必须带秋秋走，彻底离开这个泥沼。秋秋，快吃吧，明天姐就去给你找学校。姐，我不吃了，你吃。你为了带我出来，跟家里彻底闹翻了，连生活费都断了，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别怕，天塌下来有姐顶着。姐明天就去把那份高薪工作拿下来，我们一定能在省城活下去。你还敢来？我说了你不合适。经理，给我1天时间试用。如果我不能让您满意，我立刻走人，绝不纠缠。好啊，想试用可以。这本茶谱里有上百种名贵茶叶的产地和冲泡要诀，你今天之内全部背下来，下午我亲自考核，背错1个字，立马滚蛋。一言为定。这个不孝的孙女儿，自己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不管她堂哥的死活呀！郑夏夏，你看看你招惹都是些什么人！保安，把这个疯老太婆赶出去！你立刻给我滚！你被开除了！想毁了我？没那么容易，我绝不会在最后关头认输。你闹够了没有？你个没良心的，你还敢吼我！喂，110吗？我要报警，这里是清雅茶楼，有人在这里寻衅滋事，严重影响商家营业，并且涉嫌敲诈勒索。对，金额巨大。你敢报警抓你亲奶奶？法律面前没有亲戚，你再敢踏进这里一步，我保证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滚！经理，对不起，给茶楼添麻烦了，但我已经处理好了，请您继续考核。
这不是大红袍，这是最劣质的碎茶梗，有人要害我。如果现在指出来，经理只会觉得我在找借口。拼了！这杯茶用的虽是普通的碎茶，但经过沸水的历练，依然能散发出属于它的清香。哦，烈茶竟能泡出如此醇厚的口感，火候掌握的极佳。小姑娘，你对茶道有何见解？大师，我觉得茶如人生，名贵茶叶就像出身高贵的人，生来受人追捧。而这碎茶羹，就像我们这些出身底层的普通人，虽然生在泥泞，饱受轻视，但只要经得起滚水的煎熬，不屈不挠，同样能泡出一壶好茶，散发自己的价值。哈哈哈哈哈！好一个经得起滚水的煎熬！经理，这小姑娘不仅基本功扎实，信性更是难得，是个可造之才啊！郑夏夏，你被破格录用了，明天正式来上班，底薪加提成。谢谢经理，谢谢大师。秋秋，学费和住宿费姐都交齐了，你在这里安心读书，什么都不要想，一定要考个好大学。姐，你辛苦了，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终于靠自己的双手把妹妹托举到了阳光下，我也终于彻底摆脱了那个吃人的原生家庭。现在的学术环境啊，太浮躁了。这茶泡的极好，火候和时间拿捏的分毫不差。请问，这是什么手法？先生过奖了，这是武夷岩茶的传统冲泡法，重在悬壶高冲，以激发茶的香气。我看先生眉头微蹙，似乎有些疲惫，所以特意在第二泡时稍微延长了做杯时间，让茶汤更醇厚，有安神之效。你不仅懂茶，还很懂察言观色。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郑夏夏。夏夏姑娘，你的茶艺和谈吐让我印象深刻。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再品尝你的手艺。谢谢周先生。名校博士，这是一个我曾经连仰望都没有资格的阶层，但现在我竟然能与他平等对话，命运的齿轮似乎真的开始转动了。周先生，您怎么来了？夏夏姑娘，这些花是我为你准备的，希望你喜欢。谢谢周先生，太漂亮了。我想和你聊聊关于茶，关于生活，关于未来。夏夏，我发现你不仅在茶艺上有独到的见解，更在生活中展现出种难得的从容与智慧。我只是喜欢茶而已，周先生的赞美让我受宠若惊。我希望能更加了解你，与你分享我的世界。虽然我身处学术界，但我更渴望真实的交流，而你让我感到这种真实。我只是一个茶艺师，和您这样的学者相比，实在不够格。不，夏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我欣赏你的才华和对生活的热爱，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吗？我愿意。向哥，听说你那篇关于量子的论文被 SEI 收录了，太牛了！我下个月准备去藤校学习，到时候咱们在波士顿聚聚。好啊，到时候看时间。嫂子在哪儿高就啊？也是做学术的吗？哪个名校毕业的？我没有读过名校，我现在在茶楼做茶艺师。哦，茶艺师啊，挺好，挺修身养性的。那个，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并购案，华尔街最近的那个并购案。他们谈论的世界，我连门槛都摸不到。周想虽然一直护着我，但我不想永远做他身边那个只能陪笑的附属品。
这种骨子里的自卑，不是换一身衣服就能掩盖的。夏夏，今天他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跟你的学历、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周翔，谢谢你，但我不能骗自己，我们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什么鸿沟？只要我们相爱，什么都不是问题。不，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要考研，我要考名校的研究生。考研？你现在工作这么辛苦，还要边工作边考研？对，我要用知识彻底洗刷我的出身。我要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边，听懂你们的每一次谈话。郑小姐，你的情况我都调查清楚了，农村出身，中专底子，家里还有一堆吸血的亲戚，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儿子吗？阿姨，我跟周想在一起，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不是为了钱。喜欢？你们那种阶层的人，所谓的喜欢，不过是想找个长期饭聊罢了。卡里有50万，拿着这笔钱离开我儿子，这笔钱足够你在老家盖栋大房子，风风光光的嫁个普通人了。别太贪心。阿姨，我的出身我无法选择，但我的人格不卖。这钱您收好。至于我和周想的事，除非他亲口对我说分手，否则我绝不离开。不识抬举！你以为你考个什么破研究生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中专就是中专，骨子里的穷酸气是洗不掉的，咱们走着瞧。夏夏，最近店里生意太好了，几个大客户都点名要你服务。从明天起，你每天的排班增加4个小时，周末不许请假。经理，不行啊！我马上就要考研了，本来复习时间就不够，再加4个小时，我根本没法看书了。夏夏，做人要懂得感恩，是我破格录用了你，你现在成了茶楼的招牌，就想撂挑子。你要是不同意，这个月的提成1分都别想拿。哼！为什么这么难？白天要应付难缠的客人，晚上看书看到视线模糊，可成绩还是一塌糊涂。周母的羞辱，经理的压榨，我真的能考上吗？我到底在坚持什么？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每个月能赚多少钱？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考研梦，你要放弃这么好的工作？经理，谢谢您当初给我机会，但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如果我现在不拼一把，我这辈子都会后悔。你走，走了就别想再回来。喂，妈，怎么了？佳佳，你快回来啊！你爸在地里干活晕倒了，医生说是突发中风，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什么？医院说手术费和后续治疗要10几万。你奶奶和大娘1分钱都不肯借，还说让你爸听天由命，别浪费钱了。夏夏，妈求求你，救救你爸呀！妈，你别慌，我马上回来，我一定救爸。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只差半个月了，我准备了那么久，熬了那么多夜，可是那是我爸啊！梦想和亲情，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撕扯我？哟，大学生回来了。你爸这病就是个无底洞，我劝你们趁早放弃，别把一家人都拖死。哼，就是，家里哪有钱给他治病？有那钱还不如留着给你堂哥生大胖小子。你闭嘴！我爸还没死呢！你看
什么？你敢打长辈？我告诉你们，当年修公路占了我家2亩地，补偿款全被你们私吞了。今天你们要是不把那笔钱吐出来给我爸救命，我立刻去法院起诉你们。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大家一起死。你个疯丫头！妈，别哭了，我已经查清楚了农村医保的报销比例，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爸的手术必须做。今日，全国招生考试最后一门专业课考试正式结束。结束了，我准备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最终还是没能走进那个考场。爸的命保住了，可是我的梦碎了。夏夏，爸对不起你，要不是爸这身子骨不争气，你现在已经考上研究生了。爸以前老听你奶奶的，委屈了你，爸糊涂啊。夏夏，以后咱们家你说了算，妈再也不听你奶奶挑唆了。爸妈，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夏夏，你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一个人扛下所有，你的坚韧和有情有义让我更加确定，你就是我要找的妻子。嫁给我吧，以后所有的风雨我们一起扛。我愿意。夏夏，听说了吗？这次部门主管的晋升名额又给了那个刚来半年的海归硕士李明。可是这个核心项目明明是我从头跟到尾，熬了几个通宵才拿下的。没办法，人家是名校硕士，公司高层看重学历。你虽然能力强，但毕竟只是个普通本科，在这个讲究背景的地方，太吃亏了。2年了，我拼命工作还清了家里的债务。我以为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但现实再次狠狠给了我一巴掌，学历的枷锁依然死死地套在我的脖子上。不，我绝不认输！那团熄灭的火，我要让它重新烧起来！我要考研！这个并购案的前期调研做得不错，不过考虑到这个项目涉及核心客户，为了稳妥起见，后续的执行和汇报工作就交由李明来负责吧。主管，这个项目从立项到数据分析，全是我一个人跟进的。李明才来半年，他根本不了解客户的核心诉求。郑夏夏，注意你的态度。李明是名校海归硕士，他的学历背景能给客户更大的信任感。你一个普通本科，拿什么去跟那些大老板谈专业？这是公司的决定，你配合好就行了。夏夏姐，你放心，我会把你的名字写在协助人员名单里的，辛苦你了啊。我知道了，又是学历。无论我多拼命，多有能力，在这个职场里，没有那张名校的文凭，我就永远是个可以被随意替代的底层打工仔。我不甘心。今天在公司受委屈了。周翔，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就能打破偏见，但我错了。职场的天花板比我想象的还要坚硬。我想重新考研。我早就说过，你骨子里就是个不服输的女战士，想考就考，我全力支持你。可是我已经脱离书本2年了，刚才看了一眼专业课，很多知识点都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今年的报考人数比2年前翻了1倍，竞争太惨烈了。我现在的精力和记忆力还能拼得过那些应届生吗？夏夏，你比他们多的是社会阅历和破釜沉舟的勇气，这是你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你说的对，既然退无可退，那我就在这个残酷的考场上再杀出一条血路。郑夏夏，这份行业分析报告明天早上开会要用，你今晚加个班，
把他赶出来。主管，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这份报告的数据量极大，一晚上根本做不完。而且这本来是李明的工作。李明要准备明天的客户提案，没时间。你最近下班总是准点走，是不是心思不在工作上了？公司不养闲人，你要是干不了，有的是人愿意干。好，我做。他察觉到我在备考了，故意用这些无理的加班任务来榨干我的精力。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翻脸，我还需要这份工资来维持生活。忍住，郑夏夏，你必须熬过去。根据第1季度的财报，我们的利润率下降了50%。郑夏夏，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利润率明明是上升了5%，你连这么基础的数据都能倒错，你到底有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各位领导，郑夏夏最近工作状态极差，屡次犯错，我建议人事部重新评估她的岗位胜任力，必要时予以辞退。郑夏夏，昨天的会议你让整个部门丢了脸，公司决定给你降薪调岗，去后勤部管仓库吧。这也是为了你好，让你有时间好好反省。不用了，这是我的辞职信。裸辞？你可想清楚了。哼，以你现在的年纪和本科学历，出去可找不到这么高薪的工作了。不劳您费心，我郑夏夏从来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这破天花板，我不伺候了。郑夏夏，你的第1学历竟然是个中专，我们这里可是全国顶尖的学府，你觉得你的基础能跟得上我们的研究进度吗？老师，我虽然起点低，但我通过自学完成了专升本，并且在行业龙头企业有2年的实战经验。我相信我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哼，实战经验。那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关于最新的宏观经济模型中非线性动态系统的边界条件在极端市场环境下的推演，你作何解释？怎么答不上来？中专的底子就是中专的底子，死记硬背过得了笔试，但在真正的学术探讨面前，原形毕露了吧？他在故意刁难我，想当场让我难堪淘汰我。如果我慌了，我这几年的血泪付出就全完了。冷静，郑夏夏，你一定能找到突破口。老师，您提到的非线性动态系统边界条件，在纯理论推演中确实极其复杂，但如果我们将它置入真实的极端市场环境中，其实可以找到更直观的解法。哦，你倒是说说看。我曾经在底层做过茶艺师，也经历过企业底层的残酷竞争。在极端环境下，市场就像一壶沸水，而个体或企业就像茶叶。理论上的边界条件其实就是资源极度匮乏时的生存底线。我结合我在龙头企业处理过的那个濒临破产的并购案来看，当常规的线性注资失效时，我们利用了郑夏夏将枯燥超纲的理论巧妙与自己底层摸爬滚打的社会经验对人性的洞察完美结合，给出了一个极其接地气又充满学术深度的回答。整个过程逻辑严密，数据详实，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学术不应该只停留在象牙塔的推演中，更应该能解释并解决泥泞中的现实问题。好一个解释泥泞中的现实问题。我们做学术的最忌讳的就是眼高手低和出身偏见。这位同学的回答不仅理论扎实，更难得的是具备极强的现实洞察力，这正是我们目前科研组最稀缺的品质。郑夏夏同学，我给你最高分。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能直接进入我的科体组，做我的直系研究生。谢谢导师，我愿意。我做到了，我终于用实力撕碎了那张名为出身的标签，迎来了属于我的高光时刻。夏夏，妈以前是对你有误解，你这孩子不仅长得漂亮，还这么上进，能考上张泰斗的研究生，真是咱们周家的骄傲啊！以后你和周翔好好过日子，
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妈说。谢谢阿姨，我和周想会努力的。还叫阿姨呢，该改口了。谢谢妈。从那个破败的农村土房，到今天站在这里，我终于跨入了曾经遥不可及的精英阶层。物质和精神的丰收，让我觉得过去吃的所有苦，都是值得的。喂，李华，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夏夏姐，出大事了！你妹妹秋秋，她要退学了。你说什么？退学？她不是在重点大学读得好好的吗？她被社会上的一个混混给洗脑了。那个男的装富二代，骗光了秋秋的钱，现在怂恿秋秋办休学，说要带她回老家私奔结婚。我刚才在火车站看到他们了，怎么劝秋秋都不听。私奔结婚？不，我拼了半条命才把他托付出那个吃人的农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为了一个渣男重新跌回深渊。秋秋，你糊涂啊！李华，帮我盯住他们，我马上要买最早的航班飞回去。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接电话，秋秋，你千万别做傻事。夏夏，我已经托省城的朋友去火车站和汽车站堵人了，你别太着急。周翔，秋秋是我拼了半条命才从那个泥沼里拉出来的。他从小聪明可爱，根本不知道底层的险恶。那个混混就是看准了他的单纯，想用所谓的爱情毁了他一辈子。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学校。秋秋，你放着好好的大学宿舍不住，竟然跟着那个渣男住在这种地方。无论前面是什么地方，今天我必须把我妹妹带走。谁敢拦我，我就跟他拼命。郑秋秋，你马上跟我回学校！姐，你干什么呀？我已经办了休学了，我要跟阿强回老家结婚。结婚？就凭这个连正经工作都没有的小混混，他骗光了你的生活费，现在还要毁了你的前途！哎，老女人，你怎么说话呢？我跟秋秋是真爱，你一个读死书的，懂什么叫爱情吗？少在这里多管闲事儿！姐，你就是嫉妒我，你以前不过是个中专生，靠着死皮赖脸才爬上去，你根本不懂被人疼爱的感觉。阿强说了，他会养我一辈子，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要嫁人？你说什么？我拼死拼活供你读书，你竟然用这种话来戳我的心窝子！爸妈，你们快劝劝秋秋！这夏夏，秋秋也成年了，女大当婚，既然生米都口成熟饭了，要不就随她去吧。听见没？人家大妈都同意了。兄弟们，把这疯女人赶出去，别耽误我们赶火车。为什么？为什么我拼尽全力，却还是叫不醒装睡的人？难道秋秋真的要经历我的痛苦吗？不，我绝不答应。郑女士，你妹妹已经满18岁了，她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她亲口对我们说，她是自愿跟那个男人走的，没有受到胁迫。这种情况，我们警方真的无法强行干预。自愿？好一个自愿！被洗脑的自愿，比被绑架还要可怕。阿强连夜把她带回了偏远老家，肯定是想用怀孕来彻底拴住她。我该怎么办？喂，
导师，夏夏，你现在在哪里？你的核心论文数据模型在复核时出现了严重偏差，你必须在3天内赶回实验室重新跑去修改，否则你的盲审绝对过不了，面临直接延期毕业的风险。你知不知道这对你接下来的校招有多大影响？导师，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夏夏，我知道你一路走来不容易，但学术是严谨的，没有任何借口。3天，这是最后的期限，你自己权衡吧。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我到底该救谁？阿强，真名叫刘强，伪装富二代，原来是个身背50万网贷的老赖。夏夏，我托律师朋友查到了，这个刘强不仅有巨额债务，还有严重的家暴史。他前女友曾经被他打断过2根肋骨，这是当时的报警记录和验伤报告。好，有了这些铁证，我看他还能怎么狡辩。周翔，帮我雇几个最专业的安保人员。我要去砸场子。你个疯女人怎么又来了？给我打出去！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你们眼里的好女婿，身背50万网贷，打断前女友2根骨嘎的家暴男。阿强，这是真的吗？你不是说你家里是做大生意的吗？秋秋，你别听他胡说，这都是他伪造的。郑秋秋，你给我醒醒！你为了这么个人渣，放弃大学梦想，对得起爸妈在地里流的血汗吗？对得起我拼了命把你托举出来的苦心吗？你看看这些证据，你今天要是嫁给他，明天躺在医院里断肋骨的就是你。终于赶上了。夏夏，你不仅学术能力强，这股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韧劲更是难得。你的论文没问题了，准备迎接毕业季的校招吧，我看好你。谢谢导师。下一位，郑夏夏。各位考官好，我是郑夏夏。坐在主考官位置上的人事总监，正是当年那个在省城外企当众羞辱他中专学历，并把他的简历扔进垃圾桶的 HR。郑夏夏，真是让我意外啊！当年那个连外企流水线都不配进的中专生，竟然能混到张太斗的门下。不过，乌鸦就算插上孔雀的羽毛，也变不成凤凰。总监，英雄不问出处，我能坐在这里，靠的是我实打实的学术成果和工作经验。而不是什么羽毛。哼，既然你觉得自己这么有本事，那我们就改面试规则。公司最近在看一个极其复杂的跨国并购案，我给你3天时间，做出一份完整的行业并购分析报告。做不出来，直接淘汰。总监，这不合规矩。那个案子连专业的投行团队都要做半个月，3天怎么可能完成？我是主考官，我说了算。郑夏夏，你敢接吗？不敢就趁早滚蛋。好，我接。3天后我会带着报告准时出现在这里。希望总监到时候不要再找其他借口。你想用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逼我知难而退？做梦！当年你把我的简历扔进垃圾桶，今天我要把这份报告狠狠砸在你的脸上。哟，这不是那位被总监特别关照的郑小姐吗？3天做跨国并购案，你以为你是神仙啊？就是，连名校毕业的都不敢接这种活。我看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早点回你的乡下种地去吧。有时间在这里冷嘲热讽，不如多看看你们自己的模型。我的事不劳费心。
怎么回事？候选人明明应该有基础数据的访问权限的。把郑夏夏的内部数据权限全部切断，我看他没有数据支撑，怎么编出那份报告？卑鄙，竟然在背后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没有内部数据，这个并购模型就等于没有地基，根本推演不下去。难道我真的要输在这里吗？不，内部数据没有，我就去查公开的行业财报，去查海外的开源数据库。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你不要命了？3天3夜没合眼？喂，你流血了？别吵，马上就收尾了。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大脑像针扎一样疼，但我不能停，绝对不能停。这是我跨越阶层的最后一战，哪怕是倒下，我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喂，妈，怎么了？夏夏，家里出大事了，你奶奶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了。大娘和堂哥呢？他们不是一直霸占着奶奶的钱吗？别提了，你大娘那个丧尽天良的，一看你奶奶瘫了，连夜把你奶奶用板车拉到了咱们家那老房子门口，扔下就跑了。你堂哥更是连电话都不接，你大娘还在村里到处散播，说你在城里赚了大钱，这医药费和伺候人的事儿就该咱们家全包。无耻，简直欺人太甚！夏夏，你爸身体本来就不好，这可怎么办啊？医院那边还在催缴费呢。总监，我刚才路过走廊听到了，郑夏夏老家那个瘫痪的奶奶被扔给她父母了，现在正被亲戚道德绑架要钱呢。她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那份报告绝对完不成。真是天助我也！底层就是底层，永远有一堆甩不掉的烂泥拖后腿。去通知所有人，半小时后开始终极答辩，我要亲眼看着他崩溃退赛。郑夏夏，你不能倒下！喂，张律师吗？我是郑夏夏，我要委托你立刻去我老家处理一起遗弃老人和敲诈勒索的案子。对，证据我马上发给你，绝不私了，直接走法律程序。原生家庭的烂摊子，休想再绊住我前进的脚步。综上所述，虽然我无法获取公司内部的底层数据，但我通过抓取海外13个开源数据库的交叉比对，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风险评估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填补了内部数据的空白，甚至提前预判了目标公司隐藏的债务风险。一派胡言！你这些开源数据根本没有权威性。郑夏夏，你一个中专出身的泥腿子，懂什么叫真正的跨国并购？你这纯粹是在纸上谈兵，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宣布，你的答辩不合格。谁说他的答辩不合格？总裁，您怎么来了？这个候选人出身太差，而且报告数据来源不明，我正在教训他。这份报告我刚才在外面听了一半，逻辑严密，数据详实，尤其是那个风险预判模型，简直是神来之笔。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搞的小动作，切断候选人的内部数据权限，公报私仇，打压人才。我们公司需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不是你这种只会看出身搞内斗的蛀虫。你被辞退了，立刻去财务部结账走人。郑夏夏，欢迎加入公司。你以第1名的成绩被录用了，薪资按最高级别定。谢谢总裁。郑小姐，事情办妥了，警方已经介入，你大娘一家涉嫌遗弃罪被传唤了。他们现在吓破了胆，不仅把老太太接回去了，还把当年私吞的钱全吐出来了。辛苦了，张律师，恶人自有法律魔。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彻底赶断了过去的泥泞，迎来了属于我的光明。这孩子是我带过最骄傲的学生。婚后，我用积蓄在县城全款买下了大平层，而在老家，大娘因遗弃罪留下案底，堂哥婚事彻底黄了。瘫痪的奶奶躺在发霉的土床上无人照顾，大娘天天指东骂西，一家人过得鸡飞狗跳，悔不当初。爸妈在客厅看电视呢，他们说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是啊，我终于把他们从那个充满偏见和压迫的地方接出来了。回望来时的路，从那个被逼婚、被锁在柴房里的中专女孩，到今天站在这里，我跨越了原生家庭的泥沼，打破了学历的偏见，撕碎了阶层的壁垒。